大家好，这堂课呢，我们来讲建模篇的最后一个重点修改器——置换修改器。把它放在最后，不是因为它最难，而是因为它很常用。尤其大家以后做材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一张贴图把一个平面做出来凹凸的感觉。那么置换修改器我们应该怎么用呢？大家跟着我先做一遍，走一遍这个流程。先不要问为什么啊，我们一起把这个平面弄成一个山的样子，然后后面呢，我会解释每一步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是本节课重点内容的时间戳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新建一个 Blender 文件，我们把这个立方体给删掉 X， 然后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 Tab 进入编辑模式哈。好，第一步右键添加细分，我们把这个细分的这个步数呢调到高一点，调到30吧。好，那第二步做什么呢？我们先 Tab 退出这个编辑模式，然后我们呢第二步给它添加一个置换修改器，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只是位置有点变化啊。好，我们进行第三步，添加一张贴图。那怎么添加呢？我们点击新建，好像没什么反应反应不大。那贴图在哪儿呢？很多新人在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点问题哈，就你找不到贴图在哪儿。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或者你直接在这边点击这个按钮，它自动也会跳到这边来啊。这个就是你刚才添加的那张贴图，是全黑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可以在这边点击打开，然后自己加载一张你准备好的贴图。打开图像，你看马上就变了，对不对？就反应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删掉哈，我们用它内置的贴图吧。Blender 内置了有这么多贴图，我们在这边随便选一个允许吧。你看，它会给一张默认的黑白的一张贴图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是黑色的地方要矮一点，白色地方要高一点。没有关系，等会儿我们再讲这个问题。很多同学可能没有看清这个贴图哪儿来的哈，我再演示一遍。就是你不是有这个修改器嘛，然后你在修改器这边，你刚才添加了个贴图，然后点击这个按钮，它就会跳到这边来。或者你本身如果你这个模型有贴图的话，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标签，就是这个贴图属性的标签，你点击这里也能看得到你贴的贴图啊。好，我们第四步做什么呢？第四步我们来调整参数。我们首先来调整一下这个贴图的参数。我们把这个类型从柔和变成犀利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黑白更分明，然后它这个山的这个起伏也会更加分明。我们还是调回成柔和啊。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尺寸，你看，当你这个允许的尺寸变大的时候，你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呢也会变得更加柔和一点。你除了调整这个贴图的这个参数呢，你还可以调整这个修改器的参数。这边提供了几个参数啊，一个是叫强度和力度，你看强度越大起伏越高，对吧？还有这个中间值，然后你调整它的位移会出现变化。好，我们可以右键哈恢复默认设置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尝试，反正可以把鼠标点到中间，然后那个恢复默认设置嘛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山的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4步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第一步刚才我们讲了，就是我们添加一个模型，然后给它增加一个细分。那为什么要增加细分呢？因为我们是要给这个模型增加形变，形变你需要有些点支撑的，所以说你的细分不够，你的点不够，你就没法形变。我们记得我们之前做那个柱子嘛，我们不是还要给它卡好多刀才能弯下来嘛，否则你根本就没法弯。增加细分不一定非要在编辑模式下，然后右键细分哈，这种破坏性的，你还可以呢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修改器，也是可以达到增加细分的目的的。好，我们 Ctrl+Z 撤销啊。我们用那个表面细分修改器给它增加细分，我们选择这个物体，然后给它添加一个表面细分的修改器。你把鼠标点在中间，像这样一划，这样可以同时修改视图和渲染中间的这个值。我们把它改成7吧，改成8吧，稍微多一点啊。细分越多，就是你的那个细节会越多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步，添加一个置换修改器，没什么反应，添加一张贴图。第3步哈，贴图点这里。然后我们在这边添加一张允许的黑白贴图，那它也能做成一个山的样子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一个第二个问题哈。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要细分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贴图，还是要用黑白贴图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计算机的世界里，所有东西都是2进制的，就是0101，用这种代替的。那计算机在做所有的这种图像处理软件的时候呢，它也是用0和1代表黑白的，黑色呢是0，白色呢是1，就0跟1之间呢就是不同的灰度。你可以打开任何一个，比如说 PS 的一个 RGB 的编辑器吧，你可以看看这个颜色值，你看是不是就是0是黑色，1是白色。你可以这样记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能量棒或者一个灯泡也好，就是你能量特别低的时候，你能量为0的时候，然后它就是整个房间都是黑的，就什么都看不到。然后你慢慢给它加能量，从0加到1，也就是从0加到100%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房间就会被越照越亮，越照越亮，然后最后就是全白色啊。置换也是这个样子，它就通过这种黑白灰去代表0跟1中间的这些值，然后把这些值呢再输送给刚才你细分的那些点，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凹凸不平的形状。那你现在能够理解置换修改器它的背后逻辑了吧？就这个逻辑。好，我们打开我们之前的那个建模马拉松的那个文件哈，我们在这里面新建一个立方体
Ctrl+Z 撤销哈，你把鼠标点在这个场景集合上，然后这个时候新建才不会建到其他文件夹里面去啊，就建在外面了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石头，我们用那个置换修改器哈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给它添加一个细分，就是把它尽量的细分嘛。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多少个细分？5差不多了哈。然后给下面这个渲染也添加成5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步呢，就给它添加一个置换的修改器。好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。我们进行第三步，添加一张贴图，点击这个新建，我们添加一张贴图哈。你可以在这里给你这个贴图改一个名字，现在默认是纹理嘛，你可以改成石头吧 ，stone。那怎么去设置这个纹理呢？你可以点击你这个纹理标签里面这个去添加，或者说你直接到这个修改器里面点击这个按钮，然后也会跳到你这个纹理标签上。好，我们这边你可以打开，或者说你在这边直接添加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一个图，这些都是计算机内置的一些纹理哈，你看到没有？它马上就炸出来了。白色是1嘛，所以说它那个置换的幅度会大一点。黑色是0的话，它就没有置换效果。好，就是我们添加完纹理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去调整参数了。我们先调整这个纹理的参数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尺寸放大，就把这个弗洛伊德图呢给它放大。你会发现，你这个弗洛伊德图的这个点点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然后你这个石头的形状呢慢慢就会清晰起来。刚才我们讲过了，黑色是0，白色是1。那你看看你这黑色的部分，它就是0嘛，那它的置换的值是0，那它就会凹下去，对吧？这个其实看起来就会有点奇怪。那怎么把这个0消除呢？我们把这个实际间隔变成方形矩阵间隔，这样的话它这个对比度就不会那么明显。黑白对比不明显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到这个修改器这边去调整这个参数，比如说把这个强度稍微改的小一点，那这个大概这个石头的形状就已经产生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右键平滑着色，你就得到了一个比较规整的一个小石头。我们 Shift+D 复制一个哈备份，然后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你可以更改这个立方体的形状呢，去达到你更改这个石头形状的目的。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你把这个按钮给打开，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一边编辑一边预览你的石头形状了。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些点的位置，让它变得不一样啊，换成一个新的石头。好，我们可以全选，然后把它压扁啊，或者把它拉长，让它就是形态不一样哈。好，这个石头我们做好了，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石头。Tab 进入编辑模式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打开哈，让它有个预览。好，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在编辑模式上拉大，你会发现在编辑模式上它的那个拉大之后呢，它的那个面积会变大，然后它细节会变多。你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强度，然后呢变得比较圆滑一点。好，这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石头哈，我们稍微再改一下它的这个外形。修改器就有这个好处，只要你不要去应用它，它就可以不停的去变换。它是一个非破坏性的一个建模，而且你看没有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石头，Shift+D 再复制多个石头，然后通过更改不同的参数得到不一样的石头。所以这种方法做这种模型其实是很有效率的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要改这个纹理哈，因为你这个3个石头是共用一个纹理的话，你改这个纹理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石头都会发生变化。好，你就改这个置换修改器的这个参数就好了。好，这3个石头我们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可以新建一个集合，然后把这3个石头放进去。那么咱们的模型基本上做好了。下节课呢，我们来做我们的主模型，就是那个角色建模那个小狐狸。那我们下堂课再见吧。Cut tips.